大家好，我是邱平，我现在在陕西汉中的青木川古镇，这里属于一个三省交界的地方，就是陕甘川。那在以前这里有个古镇，里面呢是有一个地主掌管，就是大概是在100年前，它这里有地主武装，这个是有原型的，就是我们一代枭雄里面的何府堂，在这个地方它叫魏府堂，他当年掌管这么多，那肯定是有很多财富。自然就修建了一个很大的宅院。现在我们去看一看100年前的地主大院是什么样子的，看看里面的布局。大概在100年前，这里属于陕甘川的一个小镇，当时就有人在这里贩卖大烟，社会治安非常的不好。当时有个魏府堂，他从小不爱读书，就辍学了，好勇斗狠。身边有一群好友和死党，于是他就加入了一个队伍，并通过一系列的手段成为了老大。他有了自己的武装，就在这个附近进行剿匪。当时附近的土匪几乎被他全部剿灭，在剿匪的过程中，他收获了大量的钱财，所以呢，他就在青木川古镇这里称王称霸，变成当时的土皇帝一样。有了钱财之后，他就在青木川建立了一个占地面积非常大的豪宅。网上看资料说有61间房屋，大家想一想，60多个房间能够有多大？我是想象不出来。现在我们去他的房屋里面看一下。我们之前看了很多地主大院，基本上是清朝的、明朝的，或者是再早一点的，而大概100年前那个时候的地主大院看得很少，今天就能体验到了。魏氏宅院这个地方很隐蔽，房屋在前面，然后周边有些池塘，就相当于是花园一样的。因为那个可能只是单单遗留下来的建筑，以前周边这些都是属于他家里休闲娱乐的地方。这个环境真的非常不错啊，春意盎然的。就是蚊子有点多，他们吃完饭是不是会在这里休息呢？这就是地主大院，大概是100年前的，是青木川古镇保存最为完整的历史建筑。农民出身的魏府堂在当时那个乱世时候发财致富，逐步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力量，就是地主武装，也就用现在最时髦的话说，当上了土豪，把青木川建成了自己的独立王国。而他这个庄院就是当年他的居所。他这里是分为2部分的，一个是老宅，一个是新宅。老宅就是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些大部分是木头建筑，而新宅呢，就是有点像西方，因为大概上个世纪30年代左右，很多人建房屋呢就有一点中西合璧，或者是全是西方建筑风格的。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它这里的房屋年代感确实挺长的。这里面是不是有点像四合院形式的？大家看一下，这个面积其实挺大的。我们站的这个地方相当于是属于外围，就是说下人、警卫还有防守的人住的。在这个大门上面有一个阁楼形式的，大家看看是不是有点像那种警卫或者军事指挥的？其实说起来也没错啊，他是一个地主武装，一个大地主，然后又管理整个青木川，所以呢，他家里财产很多，他也怕土匪，怕其他的军阀来打他的主意，所以他这里呢有防御性的。然后像这边的房屋，基本上都是他们下人居住的。上下都有啊，然后里面可能才是它核心的。我们现在逐步过去看看，这个不知道是不是当年何府堂乘坐过的车啊？这个有点像现在的的士嘛，是叫3轮车，但是那个时候的士不可能是4个轮子，没有轿车嘛，它就靠这种拉着的。电视上经常也能看得到了。这些房屋全是木头的，基本上是看不到钉子。那这里有一个房间，不知道是谁居住的啊？应该猜想是那些下人居住的，或者是那些警卫居住的。
魏福堂是一个大地主，也是大乡绅，有自己的武装，那自然而然呢，也有自己的警卫。这里呢，就是他警卫待的地方。像这个地方，就是他师爷办公的地方，也就是他的管家在这里算账。师爷的地位，管家的地位是非常高的。他这个师爷管家跟随了魏福堂差不多20年，就掌管家里的财政，既是管家也是会计。在旁边就是厨房，那这个厨房应该是给下人吃饭的。他作为魏福堂地主呢，他的厨房肯定是不在这里，可能是在新宅吧。这厨房的布局，大家看看有没有一点感觉啊？这个就是土灶，现在很多地方还可能有土灶，但城市里面基本是没有。那这个就是食盒，把菜做好了放在这里面，谁要吃就是远一点可以送过去，然后上面可能是一些装东西的。这边就是吃饭的地方。那在陕西看到没有，经常是用这种超大型的碗。不知道大家吃过裤带面没有？它的面可能就在这里，然后这么宽是空着的，所以说在陕西经常吃到大碗吃面，其实有时候碗啊都能称之为盆了，可能比你的头都大。老宅这边全都是四合院形式的，其实就是2个院落，然后新宅是在另外一边。这边是一个房间，大家看得出来吗？是一个女人的房间。她这个是魏福堂的4姨太。那这里呢，相当于就是说，可能吃饭，然后正常聊天的就在这里，相当于是一个客厅一样的。那左右两边是什么？就是卧室。这个床非常与众不同，上面有很多神兽，那个不知道是不是麒麟，上面还有凤凰。这就是魏福堂财力的象征，有钱才能建造这么豪华的那个床啊，看到精美吧？它这里2个房间，不知道是为什么。哇塞，真的太豪华了！这一块相当于是佛堂，就是魏福堂他的母亲那个居住的地方，就差不多在这里住了20年，基本上也是不出门的。大家看一下，它这个窗户很奇特啊，不知道是为什么设计成这个样子的。前方有一个房间，你看一下，床、桌子，然后这里还摆放了一些物件，在那个时候可能是放的古董，它里面跟它佛堂是相通的。然后这边是属于梳洗打扮的，我们说的衣柜，这里还有一个古筝，就是乐器。这里属于何福堂3姨太居住的地方。这个照片不知道是不是他们的，反正是有些照片在这里。来卧室看看，反正非常奇怪，我是第一次看到他们窗户是这样弄的，你看一下，就像那个小门一样的，真的是搞不懂啊！大家有知道的说一下。这边就是他的卧室里面的样子，梳妆台、床。我们看电视剧也知道，当时的何福堂有好几个姨太太，在这里也确实是有好几个。你像那边是第4个，我们现在站在这个里是第3个，从这里就知道有4个。3姨太太跟4姨太太刚好住在对面。再往其他地方走一走，看一看，这个是当年魏福堂出行的一些工具，看一下，那个人力黄包车，还有轿子，这个在影视剧中都能够看得到了。在这里没想到还能看到一辆汽车，大家猜一猜这个汽车是什么牌子？福特，被称为福特老爷车。福特汽车是1913年第一批销售到中国，当时魏福堂为了扩编他的部队啊，去成都的时候第一次看到了当时最先进的交通工具汽车，
便购买了一辆，将汽车拆解之后，通过轮船和马车拖回到青木川再进行组装。他每次去巡查的时候，便开这个车去前往。在上个世纪40年代就有这样的车，不简单了。这个车也不便宜，所以当时魏福堂财力还是比较雄厚的。这边就是属于魏福堂的新宅，明显的看得出来，基本是砖结构的，也是2层，跟刚才看到老宅是不一样的。那么当时魏福堂他办公主要就是在这边，非常豪华吧。那么当时他可能就在那里办公，他的手下可能就是坐在这里向他汇报工作。豪华大气，真的是土豪啊！电话机、钟表，上面还放了狮子。你像我现在是他的办公室，拿起电话，喂，张三，你赶快来我这里一趟，有事情要交代你。李四，你赶快去那个老街那里查一下，有没有人来捣乱。那像他打电话，这种老式电话都是摇一下，然后，喂，张三，今天那个老街巡查的情况怎么样？有没有什么问题？就在这样的地方办事，然后呢，办完事就在这里签文件，也是事情非常多，因为它相当于是一个地方武装，管理的人员又多，所以自然而然的事情也是非常多的。然后累了可能就是这样，今天事情太多了，去旁边休息一下吧，就是这个样子。这种大家应该见过吧？电视上经常演绎了，就是音乐像 CD 一样的。我是不会弄啊，但是我已经看过，在天津还看过一次现场的。在办公室旁边就是他的接待室，魏福堂接待贵宾、处理日常公务及议事之地。那这里就是他的接待大厅，大家看一下，也是非常豪华。这个座椅啊，真的是与众不同。这个应该是现代的吧，上面还雕刻了一下龙，确实是非常精美。大家说坐在这样的凳子上舒服吗？其实不一定。为什么？就跟我们古代说皇帝，他作为身份那么高，他坐的地方应该很舒服。其实恰相反，你像皇帝坐的那个龙椅，特别上朝的时候，根本不舒服的。他必须这样笔直的坐着。我们看电视也知道，皇帝不可能上朝这样慵懒靠着，不可能的。你如果那样做，下面的大臣肯定会说的，因为在古代上朝，皇帝该怎么做，穿什么衣服，包括大臣穿什么衣服，怎么走路，怎么弄，全部是有一套规定的，不是说你想怎么弄就怎么弄。那当时魏福堂如果有贵宾来了，他可能是不是也是这样坐得直？不可能这样吧，要不然感觉有点不礼貌。而且后面呢是凹凸不平的雕刻了的东西，你人头靠在上面也好，这样背靠在后面也好，也是非常不舒服的。你如果这样做，给人感觉是有点慵懒。那像旁边这里的凳子，就是相当于是那些贵宾坐的，就是拜访的客人，也不可能这样坐的，都是这样笔直的在跟前面那个魏福堂交流。我今天有什么事来找你，最近遇到什么麻烦你要解决。这个椅子啊非常豪华，狮子龙，感觉应该不是之前他放在那里的吧。在接待大厅旁边就是魏福堂的卧室，现在看起来是比较简单，当年肯定不是这个样子的，因为这些物件基本上是后面布置的，以前的肯定是不存在了，大家应该也猜想得出来了。这个是很正常的，因为毕竟经过时间那么久，很多东西也没法保存。我们说现在一般都有衣帽间或者衣柜，当时一个地主家里呢，他的整个有一个大的放衣服的地方，你看这里就是一些展示的。那个时候上个世纪30年的左右，女的不知道穿的是不是这种衣服。那这里属于
魏福堂第5个姨太太的房间，她生了2个儿子吧。房间就是这样的，感觉比较小啊。不过很多东西都是现在的。这幅画不知道是不是，大家觉得呢？我也不知道。这里属于银库，就是魏福堂他放财产的地方，就是放钱的地方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展示。这个是50两的、10两的银元。那这个是多少呢？100两，光绪时期的湖北整造的，很大吧？这些都是一些那个时候的。当时魏福堂还开了一个钱庄，印发银票，在陕甘川一带流通。看了他的卧室，还有一些衣帽间。现在我们来看看一个吃饭的地方，叫做西餐厅。这里就是西餐厅，当时他就在这里吃东西。里面还有一些那个听音乐的，这个叫留声机，他挺会享受的。好久没坐沙发了，刚好呢能够体验一下，累了。它这里有收音机，还有留声机等等。那个时候的西餐跟现在的西餐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区别啊？大家说一说。我们一开始说这个地方大概100年，它老宅大概100年，这边新宅就是到现在刚好是90年。最上面就是地主的办公室、卧室，还有接待宾客的地方。在上个世纪30、40年代能够建这样的房屋，就证明他的财力非常雄厚，因为他垄断了陕甘川交界的青木川这些的财政，有银库，就能想象。在这里面还有关公像，这个真是文物啊，属于清代木雕关公像。这里属于2楼，大家看到有点不一样，走廊非常小，它在这边相当于就是保安大队居住、练功、营房、禁闭室的地方。像第1间房间就是禁闭室，就是保安那些队伍犯了错误的人。那个时候的保安大队跟现在的保安可不一样啊，当时他们这个保安大队属于一个武装力量的。这个就是房间，这个相当于是他的营房，当时的那些人员可能就住在这里。在上面能够看到下面的全景，有什么紧急事情，他们立马就可以冲下去。你看，它这边都是四周圈起来的，相通的。那上面这些就是一些娱乐室，就是他们的姨太太在上面打打牌，或者吃饭的地方，太太用餐的地方。这个相当于是照壁，那里是大门。它照壁的作用就是说挡住了里面的空间，你打开大门，大家只看到一个照壁，不知道里面是干嘛的。这个庄园我们就看完了，是不是很豪华，也超出你的想象？通俗一点说，是高端大气上档次。另外一点，魏福堂当年在青木川的时候，还是做了一些事情。他自己没什么文化，但是对教育却非常重视。当时青木川没有小学，他就在青木川办起了一所小学，规定青木川达到入学额龄的小孩不能在家里帮着干活，必须去学校上学。后面他又建立了中学，高薪聘请外地的老师来任教。当时在中学读书的学生学费一律全免，并且还开设了外语课。当时还有一项规定，就是说青木川每杀一头猪的人都要送学校3斤肉。那对于一些家庭贫困聪明的学生，在高中以后，他会继续资助他们去外地上大学。并且当时青木川如果有人做生意缺斤短两，只要告到魏福堂那里，他都会对那些卖家予以惩罚。这都是我在查资料的时候看到的。